元末调走？是啊，我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他。有什么事儿比接待使团还重要？最近的西市胡商反映有人私运流民进入长乐，我这得派元末去城门口好好查一查。他呢火眼金睛，他干这个最合适了，你知道吧？于关主，这稽查私运的事儿，你派个谁去不行啊？这个修义啊，在四方馆时间这么久了，这个外事经验很丰富啊，而且隆贝纳这个案子你也清楚是不是啊？哎，就他那个应付燕乐使臣足够了，足够了。修义啊，这次的燕乐使臣呢是龙突骑的心腹康元海，你啊也按照行规亲自出马接待，一切事务都由你来负责啊！我相信你们父子联手一定会马到功成。多谢于关主。哎呦，这老妖，我呢是真老了，你们年轻人好好干啊，前途无量的。于关主，我们西院，哎，你东院要是有什么需要咱们西院帮助的地方，责无旁贷啊。东西两院精诚合作。对了，我呢要交给你一项特别艰巨的任务，你要负责所有使团谈判的文书抄录工作，不得有误啊。王舍人，王舍人，你让我查的有关燕乐的卷宗，我都已经翻遍了。这个龙突骑呢，是燕乐的第一权臣，手握重兵，在我大雍安平5年的时候起兵造反，不但将燕乐王拿下了马，而且还将整个王室一手屠灭。现在这个燕乐王呢，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傀儡，他自封叶虎，想扶持谁当帝王谁就当帝王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我大雍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新的燕乐王。对了，咱们四方馆人员的档案，是不是也在此处啊？在那边架子上，我去拿。不必了，你去忙吧。元末，元汉景子，安平5年，元汉景为四方使出使燕乐，回国途中突遇沙暴，失踪。安平5年，龙突骑发动兵变那年，难道元末父亲的死不是意外，而是与燕乐人有关？所以于关主才把他调走。燕乐使团此行，不只为隆贝纳之事，更为两邦互市的要事需要商谈。都准备周全了吗？护府五犬子都交给修义了，你还不放心吗？燕乐使团到！来了啊！都给我精神起来！接鼓，慢着！修义，燕乐使团停步，使者落辇。使团停步，使者落辇。保护红龙四乡。到。此乃我大雍长乐城，燕乐来使不遵号令，身着丧服，是为何意？
使者落辇，表明来意，否则视为敌对。官职不大，嗓门可不小。退。大雍鸿胪寺少卿安远道，特奉朝廷旨意，在此恭迎燕乐尊使。可尔等远道而来，竟欲着此丧服强闯我长乐城门。燕乐岂是蛮夷之邦，不可礼数至此，实在是有违友邦之道吧？友邦之道？我燕乐龙业户不远万里送爱子来大雍求学，却不明不白死在你们长乐城，这就是你说的友邦之道。龙业户痛失爱子，我等亦深感心痛。然国有国礼，不容玷污，还请康副使和使团脱去丧服，下马入城，平等商议，方能使纠纷平息，逝者安息。说得好，平等。两邦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平等。安少卿，既然你方才说大雍亦深表痛心，那想必对我龙业户丧子之痛也感同身受。好，这里有丧服若干，那就请你们大雍上下官吏都换上丧服，与我燕乐同悲，我们即可下马入城。无稽之谈！我堂堂大雍怎会为燕乐服丧？有何不可？雍国与我燕乐交好多年，昔日雍国先主薨逝，我燕乐可是为你们全民戴孝。雍国使臣袁汉景在沙漠遭遇意外，康某也曾不远千里送归遗物。如今我燕乐叶护之子惨死，为何你们大雍上下如此薄情寡义？谁让关的门？我让关的。安少卿，康副使，不知康副使此来，是代表燕乐出使，还是替你家叶护治丧啊？今日，长乐城大开中门，迎的是国之贵客，若是治丧吊孝，还请诸位跟我们长乐城的老百姓一样，走那边那个侧门。好像你这轿辇有些宽哈，
那可能得先把两头的柱头锯下来，不然撞坏了门框也是要赔的。放肆！你是何人啊？哦，四方馆西院小官。卑微小官，你敢这么说话？嗨，大哥，我官是小，但我不卑微啊。你应该从小学过客随主便的道理吧？我再小，也是这长乐城的主人。你们是我大庸邀请来的客人，哪有主人家为客人扶丧的道理啊？说得好，是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若康副使执意为龙公子治丧，那便是燕乐的私事。安某代表大庸朝廷，是为公事而来。若此，就恕不奉陪了。等一等。本以为元末这小子要生事，没想到立了大功喽。元末机智过人，是个难得的人才。以后的事情可以让他多多参与。好。请。康副使携使团昼夜兼程，提前抵达长乐，一路上想必是舟车劳顿。鸿胪寺略备薄酒相待，待晚宴后再送康副使和使团回燕乐馆安歇。繁文缛节就免了，说说正事儿吧。康副使此行是为两邦互市而来，我们理当以礼。我虽然是为商谈互市而来，但在此之前，我想问安少卿要2个人。安少卿此前来信，告知杀害我龙公子的凶手红叶已经抓获。既然如此，就请将红叶交予我方，由我方带回燕乐，按燕乐律法审判。此外，还有龙公子的侍卫龙阁，至今仍关押在你们京兆府的大牢里，需立即将其移交我方管押。红叶乃大庸人士，且在大庸犯案，理当按大庸历法审理行刑，岂可移交他邦之手呢？至于龙阁，他在长乐城当街行凶，毒害他人，已触犯我大庸律法。念其交出解药，按律尚可从轻发落，但也仅限于此。你我两方之间，从未有过移交人犯的先例吧？现在就要有了。安少卿，我再重申一遍，今时今日，死的是我燕乐叶护的儿子。你要说先例，这也是翻遍两邦历史从未有过先例的事件。所以非常事件，就要非常处理。
这2个人少一个都不行。哎呀，康副使啊，你这个马什么，马参事，快去扶康副使去饮一杯茶，降降火。安少卿，息怒啊！康岳还是有备而来。我认为龙阁可以给他们，但红叶万万不可。如果坏了规矩，其他各邦怎么看呢？既然你我两邦处于史无前例的局面之中，我相信，也可以共同磋商一个史无前例的折中方案。我方可以采纳贵方的建议，将龙阁移交燕乐羁押，但刑期刑罚只能增，不能减，且燕乐要保证龙阁刑满释放后永不得踏入长乐城界，可否啊？好，爽快。龙阁的事我燕乐自会处理，但红叶我非要不可。康副使，您不会是不懂什么是折中的意思吧？那不能是我们折了，你这不折呀？你要是不让这一步，那谈判的诚意何在呀？谁告诉你我们现在就是在谈判了？马参事，对，告诉他我们现在在做什么。是同志。告知贵国鸿胪寺，2个人犯移交，我们便继续就商贸互市进行谈判。移交人犯是后续谈判充分且必要的条件。怎么？难道你想为一个杀人凶犯坏了2邦的和睦啊？此事事关律法与国家尊严，恕我大庸不能答应贵方的要求。既然如此，我看咱们也没必要再继续谈下去了。马参事，在，带龙阁回燕乐馆。是。得，啥也没谈成，还搭进去一个。查到了，城门口出言不逊那小子叫袁默，是庸国已故四方使袁汉景之子。袁汉景的儿子是。难怪有股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当年我常与汉景兄切磋棋艺，这袁默倒是有他父亲几分遗风啊。龙哥求见。请。罪人龙哥，感谢康副使相救。本使并没有救你，只是将你带回了燕乐馆。依据2邦的协定，还得尽你的足。龙哥明白，但在燕乐馆禁足，犹如在故土一般心安。感谢康副使没有忘记龙哥。龙哥，亲戚，你对龙公子的一片忠心，龙公子没有看错你。没能保护好公子，龙哥罪该万死。这怎么能够怪你呢？本使何尝不想为那龙公子报仇，本欲将那凶犯红叶带回燕乐，千刀万剐。怎奈庸国强势，未能如愿。龙公子，原谅吾等未能替你手刃元凶，告慰你在天之灵。康副使，龙哥这条命就是为主人而生的，求康副使让龙哥为主人尽忠。龙哥保证，绝不连累康副使。住嘴！你万万不可有这样的想法。
本师好不容易才助你出狱，怎么能够让你再次一生犯险？答应我，龙哥，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。龙公子在天之灵会原谅我们的，好生尽足，明白吗？康松守卫，有任何情况向我汇报。康副使英明。你给我站直喽！我问你，私运流民的案子查完了？这种事儿怎么查得完啊？那你还有空在燕乐使团面前出风头？好，我不出。那你跟我说说，当时那个局面，你们打算怎么收场啊？我们说呀。不说。你就是不想让我见到那个康云海。当年就是那个康云海来大雍受我阿爷阿娘死于沙暴的。袁墨，这个过去的事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那你相不相信他？袁墨，哎，做的事儿我都知道了，好样的！以前是我看错你了。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手中了？应该是有点疼。尉迟姑娘啊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来就是想问啊，咱们这次跟使团商谈，咱们私房馆准备派谁啊？你都多余问，这种事，自然是由我东院来主导。凭什么？我东院向来熟悉军马、粮草及各邦贸易的情况，这些正是此次谈判的重点。阿妹，你想在四方广做事，完全可以来东院帮我呀。你想啊，你我二人强强联手，必定所向披靡，干嘛非要去王孔武那边？我觉得人还不错啊，至少比你强吧。比我强？我哪里不如他？你哪里比得上他？他不过就是个兵痞。那你还全靠你阿爷呢。我安修义从四方馆小吏做到东院舍人，靠的都是自己的真本事。要是靠我阿爷，我早进鸿胪寺了。你真这么想？哎，于馆主，于馆主，我想问一下啊，这安修义在四方馆可做过错事儿啊？偶有疏漏。偶有疏漏，那可受过惩罚呀？有情可原。有情可原啊！你看看，这偏爱从何而来呀？哦，因为你出身微寒，努力上进啊。尉迟姑娘，这话说的有些不妥。修义确实是很上进的，他和其他纨绔可不一样啊。你就说他们东院啊，他们东院那点灯熬油了数月之久，这个西院那拜你所赐，陷于这个案件无法自拔。就这次这个工作分配，我绝对是非常公平，绝无偏袒啊！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听见了吗？老于夸你呢，跟一般的纨绔不一样。你呀，再怎么努力，在别人眼中都是个特殊的纨绔啊。哼，还想躲？公子，讲。公子许是错怪了尉迟参军。我想，尉迟参军的意思并不是在贬低你的上进，而是想让你可以接受这个身份。你没必要介意别人诟病你养来安少卿，你并未主动接受过他的什么好，那些被动的偏爱你又左右不了，那做一个上进的纨绔也没什么不好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头一次听你说这么多话。
方馆求见燕乐康复使，速速去请。此乃燕乐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把人给我带上来。跪下！我想请问阁下，我们大庸刚把人犯龙哥移交给你们，你们便纵容他强闯大牢，行刺要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此事还需调查，不能听你一面之词就定论。我人犯都已经带到这儿，你还想抵赖？让开，否则我今日我就踏平你们这燕乐馆！看谁敢！还敢动我？我动你怎么了？住手！四方馆岳石华见过康复使。免礼。龙阁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？这么说，康复使对手下人犯逃脱毫不知情。康母在龙阁被移交之后，命人对其严加看管，怎么会？马志文，你是怎么看的人？你们是怎么看的人？他一定是自己逃出来的。是啊，不仅逃出来了，还杀了要犯红叶，是不是有点意外？龙哥呀，你好大的本事！我只是想为我们家主人报仇，昨夜出逃、杀人都是我一个人的行为，与燕乐无关，与康复使无关，所有后果我一个人承担。你承担得起吗？我不远万里，来维护燕乐的尊严，来平息两邦的恩怨。可是你做了什么？你为了自己的仇恨，置两邦和平于不顾，无视约定，公报私仇，你可是燕乐的耻辱！你这么做，让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化为乌有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大勇众人听着，这里是燕乐馆，行燕乐律法。龙哥是已经移交给燕乐处置的人犯，现在他犯了大错，依法当诛，康母已将他就地正法，一切都符合两邦之前订立之协定。燕乐馆众，收起武器。回去告诉安少卿，我们两家的债清了，可以谈谈后面的事儿了。你们说，我们是不是输了？他们一来就要龙格，我们是不是给了？他们要杀红叶给龙贝娜报仇，是不是也杀了？龙格犯的是我大庸律法，理应我大庸来审判的。哎，可结果呢？这个康复使一来，当街给他宰了，我们还拿他没办法。你们说，我们是不是输了？但我觉得龙格该死。他帮龙贝娜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而且以后他不能再危害长乐了。
两方的商贸谈判也可以继续了。我们要向前看，向所有的烦恼说告辞，向所有的快乐致欢迎辞。来来来，喝酒。对，阿树姑娘说的太对了啊！来，干了。干了！喝完这顿酒，吃完这顿饭啊，我们就要向前看了。两方谈判在即，要打起精神来。你们西园要倾尽全力的做好抄录工作。王圣人，当着大家伙的面这么点我，不好啊！这个抄录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之一。哎，袁墨，你别一杯一杯又一杯的啊！我说的对不对呀？不对，不是，我说这酒不对。阿叔，这个酒喝着怎么有点像我那个灵犀酒啊？是啊。啊！哎呦，玉世华不是给你钱买酒了，你干嘛拿我的灵犀酒啊？家里有酒干嘛花钱买啊？玉池姐姐的钱不是钱啊。就是，喝人家酒怎么了？那么小气。阿叔，做得好。行，一个正形都没有啊！好不容易休沐一天，就不能好好的吃顿饭喝顿酒吗？啊！哎呀，确实不错，来给我倒一杯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灵犀酒啊，哎呀，这个味道真的是，马上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没喝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早知道我跟你说，来，你给我留点，给我留点。来，拿走。这么几杯就不行了？你们这种喝法，我看着心疼。哎呀，这个康云还不好对付，你是不是心里也不痛快啊？跟我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燕乐使团进城当日，老于把你调离，我觉得蹊跷，去翻了卷宗。卷宗上说，你父母出使燕乐归国途中，死于大漠沙暴。可蹊跷的是，当时正值燕乐兵变，龙图其父新王上位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父母的死也许不是意外，而这个康复师又是龙图袭的心腹，很有可能知晓当年的内幕。卷宗上说，你父母出使燕乐归国途中，死于大漠沙暴。可蹊跷的是，当时正值燕乐兵变，龙图其父新王上位。你要说什么？你父母的死也许不是意外，而这个康复师又是龙图袭的心腹，很有可能知晓当年的内幕。很多年以前，我就对这个答案没有兴趣了。逃避解决不了问题，这个隐痛会一直在，让你辗转难眠，痛苦不堪。我知道这些年你每一天都是怎么过来的。王可武，别太自以为是了。我不是你，你也不可能懂我。阿爷，哎呀！阿姨，我真的不懂，您教。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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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。元墨，是我，你没事吧？你做噩梦了。你刚刚一直在喊阿爷。没事，你快睡吧。
你不愿教我下棋，是不想想起阿爷吗？其实，能记得阿爷长什么样，也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吧。至少你还见过你的父母，还能梦见他们。而我连我父母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，连做梦都梦不见。喝点热的吧。谢谢。好了，快躺下吧。你喝了酒，当心着凉啊。康副使请。请。你干什么来了？让西院参与谈判，我凑个热闹不行吗？你别捣乱啊！赶紧走！我捣什么乱？我不走。赶紧走！你别捣！我不走，我就要听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王大哥，还是你舒服，天墙角还有椅子坐。你怎么也来了？玉池姐姐叫我来的呀。他人呢？谁叫你来的？我得盯紧点，这康副使可不好应付。万一出什么幺蛾子，我也要有所准备。喂，你们这样的，我怎么抄啊？你我们几个没出来。啥？出来！哎，小沈，这么重要的谈判，我也来学习学习。来，这回齐了，这回没人了，都齐了是吧？来，就我们齐了。老纪，没了，我是最后一个。快来，我没错过。没有，好，你们简直就是胡闹。听听吧，就是嘘。请康副使和诸君尝尝这明前茶，真是不损山野香气呀。安少卿，这才是我们燕乐的喝法。但可惜的是，龙公子是喝不到了。龙公子之死，我大庸深感遗憾。为顾念大庸与燕乐两方的情谊，大庸愿意做出补偿，以为龙业户丧子之痛。再多的补偿，也换不回龙公子的性命，但却能换回燕乐百姓翘首以待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。康副使此行是为两邦互市而来，况且之前的恩怨已被康副使
一刀勾销。想必接下来的商谈会进行得很顺利吧？但是，接下来我和康副使有要事相商，于关主啊，在，带大家一步一旁，详细商谈。是。康副使，请。这寒暄完就要开始真刀真枪了吧？安少卿说要给燕乐补偿，这是要让步？燕乐荒漠之地，游牧为生，每年从大庸购买大量的茶叶和粮食。哎呀，今年茶叶本来就丰收，价格本来就低，安少卿应该会故意在茶叶税费和价格上给燕乐一些甜头吧？但之后的粮食和军马才是谈判的硬骨头。对，还想不想听？好，想听就安静点啊。好，安静安静。嘘。今年运往燕乐的茶叶可以免去所有税费，而且价格可以再降低1成。1成？我燕乐叶虎之子惨死长乐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补偿？过去的事情已经了了，总挂在嘴边，不合适吧？是你们毫无诚意。是你们先没有诚意的吧？去年燕乐卖给我们3000匹军马，今年同样的价格，为何只有2000匹啊？你们不要以为我大庸只能从燕乐购置军马，玉罗的商人可是随叫随到。那你们去找玉罗的商人呀！玉罗的玉石天下无双，但是军马，连我燕乐神驹一条腿都比不上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庸国人的眼光如此之差，不谈也罢。燕乐数万军马，可有充足过冬粮草？不卖给我大庸，就得强征百姓口粮，你们就不怕到时候引起民乱吗？你是哪位啊？妄议我方要事，不谈了，请便。哎呀，既然我们都坐在这里了，还是本着有诚意的原则吧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，如何呀？于关主，茶叶让利1成已经是极限了。我是上官，我做主。不行啊，关主，我们已经帮他们把价格打下来了。修义，你能不能冷静些？我冷静不了，再降就赔了。坐下，关主，坐下。安省人年轻气盛，有什么惊扰到大家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至于茶叶的价格，我还会向朝廷请示，再降1成。再降1成？既然这样，那军马我们也可以让利一点嘛。不过，最少也得是这个数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个数，同时加上这个数的粮草。多少啊？这咋计啊？粮草必须得是这个数，不然我没有办法向康副使交代。那军马的等级要再提高1级。你别得寸进尺。不同意。那粮食1颗也别想要，就连之前茶叶的让利也一并取消。我这……哎呀，这也是在为贵邦考虑。燕乐寒冬将至，请你们还是三思啊！也罢，数额呢，我们是认可的。不过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
燕乐和庸国隔着黄沙万里，我们需要一块绿洲作为我们的落脚地。我方要求这块绿洲作为我们交易马匹的落脚地。如果是为了方便交易马匹，我觉得，这样，午膳的时间快要到了，不如稍事休息，我们也要向上官请示才对。堂堂的大庸国，这点小事还要向上请示，如果连这点要求都答应不了，那军马我们一匹也不会多给。这军马数额谈下来，这次谈判就算成功了吧？应该是，但那块绿洲是怎么回事？那块绿洲的地理水文核实过了吗？反复核实过了，那片绿洲很小，只能做饮马之用，应该没有什么阴谋。还需再谨慎一些，派人去找绿洲附近的各邦使臣，详细查询绿洲的情况。今年燕乐各地气候反常，粮草欠收，也许是灾情严重，不得不赶紧和我们达成协定。你怎么看？我看修义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两个人一软一硬，配合得很默契。这燕乐人啊，见好就收，想急于签协议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安少卿，康副使，本使刚接到龙业户的急令，命我马上启程回去。军马交易事关重大，不如咱们尽快签订协议，下回相见须是遥遥无期啊！能早日签约，我们求之不得。但今日想必诸君都累了吧？为尽地主之谊，今夜设宴，欢送康大人。等明日诸君启程之前，我们再签约如何呀？呀，你们磨磨唧唧的，可也好。那本使便先回燕乐馆歇息了。原本我只有5分一心，被他们催成了7成。燕乐君主缠绵病榻，龙图奇一介武夫，打理朝政少不了康副使这位心腹大臣，他被急召回去，也不奇怪。修义，你真是年轻啊！两邦互市固然事关重大，但他们如此心急，我们就越发急不得。是。各位，我们问遍了整个西市，都说只是块不起眼的小绿洲。我刚从阿爷那儿来，我阿爷跟黄渤在边关多年，跟燕乐人打过不少交道，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。我和小沈问了去过这片绿洲的胡商们，都说没问题啊。会不会是我们想太多了？来，吃点糖糕，边吃边想。我刚在西市买的还热乎呢。我每次一吃甜的都能想出好主意。来，姐姐。你们说，谁最了解燕乐人心里的小九九？什么意思啊？俗话说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那燕乐的敌人可太多了，周围的玉罗、月影，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。那正好，我们去问问各方使臣。可宴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哎呦，老安，这图是死的，你这么看也看不出花来呀。我仔细查过了，那绿洲地小水浅，周围有几处更大更好的水源之地，燕乐就算有所图谋，也不会选在此处。那可未必。你们西院又有何高见？外务无小事。请安少卿在夜宴中，先不要答应他们，再给我们些时间。耽误了两邦商谈，你们担得起吗？哎呀，安舍人，你不是一向能干吗？在这夜宴中拖个一时半刻，对安舍人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嘛。哼，
这是两方宴席，你以为跟你们西院平时在四方馆后院聚会喝酒似的？安舍人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此次两帮会谈是你们东院主导，我们西院是在帮你们排除隐患。如果这里边真的有什么猫腻被你放过了，这后果你自己应该清楚。你，哎呀，行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这不都是为了大庸吗？你实话实说，你们可曾是有什么新的发现吗？上尉，此事并非如此简单，请再给我们西院一个时辰。我信你，速去。此宴专为燕乐使团而设，康副使这事不肯赏脸吗？安少卿，龙业户又来急令，命我等立即回去。更何况龙公子星丧，我等实在无心言语。那我们两方的互市协定，来年再议也是一样的。哎呀，康副使，这大庸与燕乐相距千里，再急再忙也不差这一顿饭嘛。切莫要辜负了我大庸对燕乐使团的一片赤诚啊！罢了，宴饮结束之后，我们便签契约，如此康副使可以安心落座了吧？坐。来，诸位，好久不见啊！来，行。不瞒你们说呀，自从我去了这四方馆，还要跟燕乐人谈判，我就没痛快喝过酒。和燕乐人谈判，尉迟姑娘也在，那是自然。我们月影这些年可是要被他们害苦了。这燕乐人一向是贪婪无度，不知道这次向大庸提了什么不合理的要求啊？放心，跟我们大庸谈判啊，燕乐人不敢放肆，他们这次乖得很，大多数条件都同意了，提出的要求呢也都不过分。什么要求啊？就一块小小的绿洲。安少卿，你们雍国有句诗：“今日良宴会，终有曲散时。”康某已不胜酒力了，我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。啊！哎，长夜漫漫，康副使何必如此心急呀？安少卿，龙业户之命难违呀。我看我们不如尽快就签。康副使，在启程之前，下官还有一个小小的愿望。请讲。久闻康副使乃燕乐奇圣，数年来未与敌手。我大庸乃其道发源之地，下官也略通其意，不知可有机会与康副使手弹一曲？哎，本官也是久闻康副使其意，早就心痒难耐，想要偷师几招啊！安少卿，要么签协定，要么让我启程赶路，什么棋非要在这个时候下呀？安舍人，当着这么多贵客啊，你这个提议实属草率。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康副使此生唯一败的一次棋局，就是败在我已故四方使袁汉景的手里。哎呀，可有此事啊？哎呀，失礼了。安少卿，这康副使不愿在我大庸对弈，实属正常。这万一再要输一局的话，那棋圣这个名号岂不是啊？原来如此，那本官就不强人所难了。诸君引进杯中酒。哎呀，岂有此理！比就比，你们庸国这么小看我燕乐，康副使，我，哎呀！好，但是我康某从不下没有意义的棋。若雍国赢，这次互市协定的马匹价格我们可以再让一成；但是，若再下赢，那就请雍国将茶叶价格再降一成。
如何？安少卿，怎么不敢啊？来人，摆棋台。康副使，请赐教。安舍人，请。上73，去36。修义虽然年轻气盛，但还是听得进话的。他了解康云海是个棋痴，才想到这个办法拖延事情，实属妙招啊！此计虽妙，但元末他们还是要快一些。修义那2下子撑不了多久的。上93，去33，去25。另外2位副使不胜酒力，我已经叫人给他们送回去了。这位玉罗副使一听说绿洲的事儿，吓得酒杯都碰洒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燕乐和玉罗是近邻，更是世仇。只要对于燕乐有利的事情，玉罗一定不会乐见其成的。阿叔，月池姑娘，在下不胜酒力，先告辞。你们有2句话要问你，实话实说。那块绿洲到底怎么回事？燕乐人的事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再不说实话，那块绿洲就归燕乐人所有了。燕乐做大，对于玉罗就是灭顶之灾。你作为玉罗人，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啊？平35，去43。去54，去53，去64，去63。安修，你这棋下的也太臭了吧，都快输了。那你还站这儿？赶紧上啊！你不是会下棋吗？我都输了多少次了，我太久没碰棋了。玉池姐姐他们去找白馆长了，我们得帮她多拖一会儿。我上吧。哎，去24。啊！你疯了？你棋盘还没摸熟呢。那你教我呀。来不及了吧？玉罗人所言若是真的，我们就看着龙突起得逞啊！去48，入36，平84。哎呀，犹犹豫豫，大庸国年轻一辈的棋风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呀！啊！安舍人，此局胜负已定，就算你再拖下去，也于事无补。不如到此结束吧。安修义，你还没输呢。慌什么？别犹豫，走一步高挂。哎，观棋不语真君子啊！我是混子，不是君子。安少卿，请将此人给轰出去。不必，我倒想看看他还有何高招。小姑娘，要不你来下？
就是啊，请。不是儿戏呀。这头来有回的，你看。康复师怎么犹豫了？怎么不接着下？妙招啊！好，这步棋下的妙啊！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能看见袁汉景当年创下的棋局。小姑娘，你可认识汉景兄？我不认识。那这棋也不是我下的，都是他教的。他教的？看什么呢？说你呢？袁墨啊？这是谁呀？没想到康复使竟识得家父棋局。果然是你。当年我痴迷棋道，与你父亲切磋多次，虽然是身份有别，却也称得上棋坛故友。既然是故人之子，我有一物，想必你会想看看。袁墨，这是你父亲亲手雕刻的棋盘，听说是给他儿子的生辰礼。这棋盘底下还刻着字呢：元佑天成，墨金鬼神。阿姨，不下了，我们明天就要出使，这棋还怎么下得下去啊？哎呀，娘答应你，明年你生辰的时候我们就回来，到时候让你阿爷亲手雕一副玉棋盘，一套玉棋子作为生辰礼，好不好？阿爷不会骗你的。拉钩，拉钩，来，拉钩。你怎么会有我父亲的遗物？这是燕乐的龙骑兵从大漠中找回的无主之物，现在康母才是它的主人。我燕乐素来以强者为尊，你想要此物，就要赢本使一局。拿来，你拿来。请。汉景兄仙逝多年，我一直为当年落败于他而耿耿于怀，没想到今天有机会可以一雪前耻。请。
袁墨，别分神，想想当初你阿爷是怎么教你的。棋盘之上，一定要心无旁骛，须知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？我父亲以前总对我说，下棋要心无旁骛，方能置死地而后生。我不解，也做不到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，只有忘记输赢，享受对弈之乐，才能在方寸之间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我输了。这下完了。康副使，这胜败乃兵家常事。您这个棋圣的名号在燕乐还是实至名归的。既如此，这副棋盘是我的吧？当然。不但这棋盘是你的，这军马的价格再降下一成。安少卿，既然这棋也下了，条件我也都答应你了，是不是可以把协定拿出来了？请即刻签订协议，我们赶着回燕乐。安少卿，请。且慢！安少卿，这份协定有问题。小小舍人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？
弘文馆的白馆长在此，他有要事禀告。安少卿，康副使，有礼了。鸿胪寺乃两邦商议要事之所，安少卿，白馆长是不是来错地方？白某迂腐书生，确实不懂外事。听说燕乐执着于沙漠中一块不起眼的绿洲，白某翻阅了典籍，想与康副使当面求证。燕乐、玉罗本来近邻，燕乐势大，只因玉罗把控着商路上最大的一块绿洲，所以始终奈何不了玉罗。就在1个月前，发生了一件即将改变两邦命运的大事。流经燕乐、玉罗的布鲁河，今夏暴涨，居然发生了100年不遇的河流改道。怎么回事？白馆长，我瞎猜的啊，我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河流一旦改道之后啊，燕乐要求的那块绿洲，将会变成整个沙漠最大的水源之地，然后他就牢牢控制住了万里商路的咽喉。正是如此。荒漠中，谁控制了水源，谁就是商路上的霸主。燕乐想让我大庸承认这块绿洲的归属，到时候各邦必然全起针对我大庸，这就是将我大庸强行绑到战车上，与各邦交战。你是在诬陷我燕乐！白馆长乃当世大儒，为世人所尊敬，岂容你随意指摘？两邦相交贵在诚意，贵邦如此算计，实在是令人心寒。与你们大庸商议，我燕乐已经仁至义尽。这绿洲本是几邦交界无主之地，谁有异议？谁有异议就与我燕乐开战试试！妄言开战，只会让各邦生灵涂炭。没错，不如由我大庸出面召集各邦，大家好好商议一下。此事没有商议的余地。好了，没想到你们燕乐是这样的态度啊！那依我看，两邦互市之事，也就此作罢了吧。马参事，好大的胆子！少卿，哎呀，看来贵邦是误会我等了。白馆长所说布鲁河改道之事，我燕乐事先并不知情。两邦岂能因为些许误会，废其互市之事啊？是吗，安少卿？两邦互市，事关重大，不必心急。我倒建议康副使可以星夜兼程赶回燕乐，请龙夜护示下，再给我大庸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四方馆元末求见。怎么，还想再找我下一局？元末奉命，带新的护士协定给康副使过目。你可以走了。元末还有一事想请问康副使。让我猜猜，可是与你父母有关系啊？